晚饭过后，天色已经完全黑了，掐着点也到了起网的时间。要不要多拉一会？起吧，下一网时间可以适当拖长点。林浩说着便跑到甲板，通知大家起网。10月中旬的晚上，特别是海面上，还真的有些凉。这回大家也都披了一件薄外套。在海上最怕的就是生病。随着绞盘的声音启动，林浩细听了听，笑对着众人道：“这一网看来还不错。”大家的面上也是期待满满。上一次空网空怕了，他们还真怕这一次又是这样。没一会，当网都出水后，船上不可抑制地爆发出欢呼声。网都算是爆了，吊机在吊起时也出发吱啊的超负荷声音。大家刚开始欢呼之后，这会反而再度紧张起来。这么多，该不会又是炮弹鱼吧？阿友嘀咕了一声，结果话刚落，头上被挨了一巴掌。不会说话就把嘴闭上。阿斯那个气呀，这小子的嘴怎么就乱放炮，一点记性不长呢？活该。阿成看了一眼阿友，一脸嫌弃地吐出了2个字。其他人这会也没一人认为阿斯打错了，全部目光不善地盯着阿友，搞得他本来想还句嘴，这会也不敢了。林浩没怎么在意他们在说什么，等到网都被吊到位后，他便直接拉开了绳子，随着哗哗之声，转瞬之间，甲板上就堆起了一座鱼山。金昌，赖包立马反驳：“你这傻眼神，分明是干子鱼，乖，都是大个的，这下发财了。”林浩看到都是大鱼，也是暗松一口气，至少不难分解。细看之下，发现居然不是一种鱼，虽然鱼的形状几乎一样，但大小、纹路和颜色完全不同。其中个头较小的带着横色的暗棕色条纹，这种鱼最少；稍大个头的全身呈白色，而大部分更大些的全身则呈黑棕色，有点像包公鱼一样。可以确定的是，这些全是生鱼类，而赖包口中的干仔其实是本地对于几种生鱼的统称。这几种鱼林浩都是第一次见。他首先拿起一尾中等个头的，大概在4、5斤的样子，打开系统，很快就有了答案：6代参，深科参属，上层水鱼类，群居。根据水的深浅程度，也会在白天栖息到下水层。他将鱼放下，又拿起一尾带条纹的小鱼，结果系统给的科普依旧是6代参，接着又是黑棕色最大个头的，还是6代参。林浩一怔，随即恍然，这3种本就是一种鱼的3个年龄段，一种是幼鱼期、成熟期，还有老年期。系统给的估值很一般，18元1斤，算来也还不错。这一网4吨多，也有近10万的收入了。他在接收系统知识的时候，大家已经开始了分拣，他又赶忙提醒了一句：“太小的就全部扔了，不要入库。”小的不多，占整体1/10都不到，最多的就是黑色身体的，大部分都在70公分以上，一尾肯定超过了10斤。鱼种单一，再加上个头大，分拣是很快的，但毕竟有这么多货，入库还是花了有近2个小时。一切忙完，林浩安排大家休息，来到舵舱。老猫早就知道这一网的收获，笑着说道：“阿平他们也是这玩意，也接近有4吨的样子。那还不错，就是价格不一定有多高。”老猫摇摇头：“我已经很满足了，毕竟一网有好几万块呢，这一网至少把我们这一趟的成本保住，不会亏本了。”经历过大风大浪，人会很快成熟。一直成功的人，或许心理承受能力算不得强。如果2艘船一直收获很好，那么这一网大家不会觉得有多好，相反可能还会嫌弃于品种不值钱。但经历了上一趟出海前几天的空军，让包括老猫在内，大家的接受度越来越低。再看这一网，就属于妥妥的惊喜了。林浩没好说什么，此刻已经是晚上近10点，他掌舵，让老猫先去休息一会。这一网打算拉的时间稍长些。上一网的出水，系统的实时幸运值也变得只剩下7个点，说明幸运值就着落在6代身上。没一会，阿和走了进来：“哥，现在船速慢，我来掌一会。”林浩直接让开位置，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。你靖哥给你电话了没？前天我去的市里，靖哥说大概还要半月就妥，到时我带着身份证和户口本去镇上换个新的就行。阿和改年龄的事，林浩就是请靳小工帮的忙，按说找钟哥更方便，但跟钟哥还真的不算熟，倒是请靳小工帮忙没啥压力。年龄改完就先跟萍萍把证领了吧。我奶也是这么说的。笑着回复完，见林浩没再主动挑起话题，阿和犹豫着道：“哥，我老丈人打算转型了。”哦，老林打算干什么？他问我呢，你说我有啥主意？林浩没好气的在他头上轻拍一下：“要问我就直说，还转这么多的弯子。”阿和呵呵傻乐了2声。老林人其实还不错，再加上阿和这一层的关系，林浩还真沉下心思忖了起来。好一会，他才道：“阿和有2个方向算是比较稳妥的，一方面做养殖，鲍鱼、海参、生蚝都行，这些以后天号的需求量大，
猫哥他们合作的养殖满足不了天昊的需求，其二就是收鲜再加工。天昊未来对干货的需求量很大，不可能都是自己晾晒的，大部分还是要依托第三方的。如果林叔愿意，他可以按照我们需求的标准来加工，到时加一定的利润卖给天昊。说到底，两方面都是天昊的原料供应商，有天昊托底，亏本的可能性会降得更低。当然还有更好的赚钱法子，但要么投入太大，要么林浩不懂。与其让别人撞得头破血流，还不如选择更稳妥一些的。谢谢哥，我回去就和他说。这一网拖的时间有点久，8点左右下网，一直拖到凌晨2点多，拖了6个小时。早在2小时前，奋斗号就已经起网了。无线电中，林平也通报了一网的收获，还是不错的，几乎全是沙尖鱼，有个近3吨。林浩听着头皮就发麻，因为沙尖属于小型鱼类，半斤个头的都算是巨无霸了。林平的语气之所以高兴，是因为沙尖的价格相当不错，个头中等的就要40以上1斤，3吨左右，又是10多万呢。辛苦一点不怕，就怕没收获。沙尖之前大量的捕过，别看鱼小，但鱼肉润软鲜嫩，带着一股独特的清香。最主要的是没啥小刺，一条鱼就跟个鸡腿一样，蛮适合小孩吃的。这边的网上来跟大哥说的差不多，可能因为拉的时间更长，海域跨度更大，所以网中除了沙尖，还有1000来斤的黄木带。体型越小的鱼，对规格就越讲究，1斤3尾和1斤5尾的价格说不准就有很大的区别，分拣起来的难度就越大。2点多起网，一直到清早7点多才将甲板清理干净，大家也没法再休息，抓紧时间吃饭，因为又得起网了。